为什么欠了新月饭店2亿6千万的王胖子，却随手拿出了10个亿来随礼？10亿。好，给胖爷记上。哎，记上，1张10亿的冥币。要是冥币，那你应该能花上。一块花，有钱一块花。原来今天是薛武女儿的婚礼，薛武也早就料到吴邪会来闹事，毕竟他知道吴邪杀海中的杀法果决。盯着点吴邪，这孙子100%会来。当年干的事儿吓死人，争取提前让他早发病。妈的，多活一天都是祸害。我得让所有人都看清楚，江山定了，吴家完了。没想还是被2人给混了进来。薛武知道他们是来闹事的，却也不好撕破脸皮不让进，索性就要看一看他们能闹出什么花样来。可等吴邪坐到桌上时，曾经靠着吴家发财的家伙，如今就像躲瘟神一样躲着吴邪。胖子哪里受过这种气，当即举起酒杯站了起来，先是故意把薛武喊成新郎，接着便开始损薛武女儿。来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就是薛武女儿的前男友，我那个非常幸运没有成为今天的新郎。哈哈，他们家有钱，他女儿跟我说的，因为他们家花的都是别人家的钱，喝多了，喝多了。胖子一顿嘴炮输出，直接将薛武气的脸都绿了。本来要宣布吞掉吴家的薛武只能就此作罢，但老六却把吴邪请去了包厢，而这也都在吴邪算计之中，因为吴邪本次的目的就是为了坑他30万。我今天到这儿来2个目的，第一个祝贺你女儿大，第二个来找你借3万，拿30万去救我二叔。薛武一听顿时惊呆了，心想吴邪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你们吴家的遭遇都是我一手策划的，要是吴200倍就回来，我岂不是死路一条？薛武话没说完，吴邪就拿起水果刀抵了上去。他并不是要干掉薛武，而是用自身性命来要挟他。意思也很简单，你曾经的东家死在你薛武的地盘上，你以后的名声指定也好不了。况且自己还留好了薛武制假售假的证据，但凡自己出点意外，明天指定能让薛武登上头条。更何况自己命不久矣，也不惜拉上薛武垫背。薛武见状只好答应吴邪，可薛武哪里有这么好心，转头就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不仅污蔑吴邪卖假货，还把他借钱的事情当场说了出来。我薛武就凭义气2字走天下，小三爷说有困难，我二话没说就一个字儿，帮，必须帮。这一番话下来，反倒是把他自己说成了仗义疏财的好汉，可他却把30万全部换成了硬币交给了吴邪。胖子哪里能忍受这种羞辱，气得当场就要掀桌子。最后还是吴邪劝住了胖子，毕竟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拿了钱抓紧去救二叔。本以为钱到手就可以去营救二叔了，可谁成想他们用这笔钱去请的人早已被薛武买通，不仅坑光吴邪的30万，还故意把他俩给引了出来。因为薛武知道吴邪得了严重的肺病，最怕的就是粉尘，所以安排手下用水泥粉末袭击他们。不得不说，薛武这招是真的狠，他是想将吴邪直接弄死，伴随大量粉尘的吸入，吴邪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。可这种情况，吴邪根本不能进医院，因为吴邪知道一旦进了医院就再也出不来了。吴邪告诉胖子，现在只有炸油条的霍道夫才能救他。可不管胖子怎么说，霍道夫只是自顾自地炸着手里的油条，气得胖子当场发飙。而霍道夫之所以见死不救，还是沙海时期攒下的恩怨。虽然胖子可以抛弃所有，唯独天真和小哥不能辜负。眼看霍道夫无动于衷，胖子当即跪了下去。